OK， 兄弟们，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！看我！我宣布个事儿，我是个傻逼，没毛病啊！没毛病啊！没毛病啊！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应该是赚钱了，哈哈，面具人已经好几次没有说这句话了，应该是赚钱了。为什么呢？嘿嘿，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昨天节目的末尾说了，我个人是想赌一下，美联储鲍勃尔会在今天的讲话中讲一些好话，发表一些鸽派言论的，所以我要买入了，大家也可以在昨天就买入。比特币、以太坊，甚至是 ETC 啊，都是可以买的。就在我昨天节目播出的1个小时之内，以太坊直接从1640涨到1700。但是以太坊现在我并不是很看好，在昨天的节目中也说了，项目方肯定很缺钱，急于套利。比特币的表现就好很多了，从21400涨到21900，2个多点的涨幅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是近期比较大的涨幅了。现在市场流动性不行，庄家机构要赚钱，你们也想赚钱，大家都在投机，那么庄家们就只能做高频交易了。昨天表现最亮眼的呢是 ETC， 也是我昨天推荐让买的，直接从33涨到最高36，这个增幅接近10个点了呀。做一个短线，那利润都是杠杠的。所以说啊，各位一定要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啊，不然你看错过了我的交易分析，多可惜的。并且呢，我的节目一定要看完，我的精华推荐一般都是在节目后半段啊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鲍威尔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，顺便呢，我还想做一些关于行情啊、风险啊一些判断，因为今晚的剧本可能会很诡异。以太坊合并也提前了，咱们都来说说吧。OK， 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小按钮，否则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风险预告，这会导致不仅你没赚到钱，甚至还亏钱了，可不能怪我哟。那可不能怪我哦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，那就是价值0.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。然后呢，恭喜一下这3位幸运观众，参加每期节目的幸运数字开奖啊，获得了价值0.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awl 的召唤石1颗。详情呢，请登录 spacebuild.io， 把你们注册的 Space 通行证的邮箱留言给我。还有2位朋友没给我留言啊，你不留言我就没办法给你发奖。你在我的这个置顶留言区回复你的邮箱就好了，我就能给你发奖励了。这样吧，赠送召唤石的活动我再增加1周啊！你们把我节目中说的那个随机的神秘数字，包括你的 Space 通行证和邮箱留言给我，我还是会从中抽取1名，抽取3名吧，赠送价值0.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。中奖率很高了啊！3名幸运儿，大家多多参与。我有时候会忘了说幸运数字啊，可能这一期我不会忘了就是没有数字啊。好，来讲正题啊。好，先说以太坊。以太坊的开发者已经正式确认9月6日为以太坊合并的日期。以太坊基金会周3在一篇博文中表示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以太坊的权益证明升级终于来了。所有公共测试网的成功升级现在已经完成，合并呢已经被安排在以太坊主网。说白了，就是以太坊的合并又提前了，从19号提前到16号，现在又提前了10天。这也符合面具人之前几期节目多次说过的，以太坊的基金会呢一定是急于合并的，一个是因为不想硬碰加息，二来防止土狗蹭热度，以快打慢，三来呢就是以太坊项目方确实急于用钱了吧。这样一合并，直接杀死千千万万的矿工，怎么着也得有一部分资金被逼入以太坊 2.0 吧。这家伙其心可诛啊！没啥好说的 ，ETH 2.0 拉一波，我一定全出完的。长期呢，我也没想法，只是把它当做投机工具了。毕竟 ETH 已经很多年了，
能涨多少呢？不好说。但是爆发期肯定是过去了，毕竟这个短线也没什么压力嘛，赚到就跑喽。好，现在继续说回鲍威尔。现在鲍威尔的批评声音很严重啊，大家说他太鹰派了，韭菜们都苦不堪言啊，就是很难受，很恐慌。哎，这样就对了。美联储呢要的就是这效果，等你们骂了半天，然后我扇你一巴掌，再给你一颗糖吃，你还感谢我呢是不？其实一些债券公司说出了大实话，华盛顿邮报就说了，鲍威尔想通过制造局势恶化，造成商品价格下行，先缩减购买力，逼上家贱卖，因为不贱卖的话，别人可就买不起了，钱都被加息加走了，对吧？这样才能解决美国通胀的问题了。但是呢，美国现在房子也崩得很厉害，鲍威尔能否抵住巨大压力呢？还是说只是在一个会议上逞英雄嘴硬？我认为是没太多必要的，毕竟不是美联储的会议，只是一个论坛形式的经济会议。美联储实在没必要在这上说狠话，甚至都不会太关心。但是市场现在很关心啊，这个比特币的现在的这个波动换手率已经非常低了，买卖盘都没多大的流动性。以太坊也差不多 2.0 利好被消磨得快干净了，底盘比 BTC 还不稳。我甚至都觉得 ETH 的资金会被 ETC 抢走一些，但是呢，这也是必然的现象啊。市场已经到流动性末节了，有人砸盘就会大跌，有资金进来或者有人拉盘就会大涨。但是呢，砸盘属于割肉，比较划不来，而且你还不一定能砸得下去，尤其是消息面、政策面不支持的情况下。反过来呢，拉盘多少个眼睛盯着呢？稍微弄点阳线，等人买高点再搞，这不也是砸吗？还有利润，所以呢，我还是觉得拉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。但是呢，大家注意一下昨天的拉盘啊，虽然是拉了一点点，虽然呢没准鲍威尔等会儿会说软话，但是你也不能排除昨天拉盘有利多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昨天的计划是半仓买入的话，你今天就只能1/3或1/4仓的买了。因为今天的价格呢和昨天相比优势小，风险更大。这就是我能给大家的操作思路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及时的操作策略，点位提醒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或者 Lato19860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，或者呢，你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些你割我，我割你的土狗激情群，说哈就干嘛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